千万不要用副厂电池，不然你会买太多。这个说法放在2020年前绝对不是夸大其词 ，K 牌啊、R 牌之类的都是知名的电池大厂，也都有保险跟保固。 然后也都用个半年之后，它掉电的速度会快2倍，于是你就会买更多的副厂电池，花更多的钱，然后掉更快的电。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我用自己的相机配着副厂电池，然后用公司的相机配着原厂电池，然后一直在帮我自己的相机换电池。然后我的同事就说：“哎，奇怪，你的电池是不是坏掉啊？”我就很认真的开始研究起电池衰退老化的问题。 从那之后，我就把我的电池从10颗副厂电池换成4颗原厂电池，然后就好好的用了4、5年。我原本写了超过1万个字，就是拍成影片会有半个小时，我觉得大家一定懒得看，于是我把它精简再精简，终于写成了这个电池懒人包。不保证永远正确，毕竟10年前的电池还是有可能会爆炸。 但到现在，副厂电池已经可以全解码、CIPA 认证啊 ，Type C 直充、快充了，轰隆隆隆隆隆隆，冲，那风引擎发动啊，就是时代在变了。有些副厂电池甚至会比原厂的好用，但电池的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有这支片看过之后，你应该能省下不少试错的钱。好，我们开始。首先，一定要买原厂电池吗？ 预算充裕的话，我一定优先推荐原厂电池。好处包括容量不会虚标，内建的晶片可以让相机辨识真伪，然后电池的电芯保证，还有寿命比较长，不容易产生系统错误等等。总之，买原厂电池如果用的时间够久，可能会比买副厂电池还要省钱。但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充电习惯。网络上的说法很复杂，什么不要充到100%啊，不要放超过2个月啊。 复杂的要命，我无法过这种高度自律的生活，大不了少用2个月嘛。你就记住一个原则，一个就好，绝对不要把电池用到没电，或是放到没电。家里任何有电池的电器其实都一样，放到没电是大忌。当然，24小时持续帮它充饱电也并不好。我的吸尘器也是2、3年就得换一次电池，但放到没电绝对是所有的状况当中最 NG 的。 是大忌中的大忌，它会大大的损耗你的电池寿命。所以，如果你买电池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为，就是不管你买的是原厂还是副厂，你一定要买刚好够用的数量就好。长时间放着不使用它，反而是最容易损耗它的寿命的。从来没猜过例外啦。再来说是原厂电池要去哪里买？特别提醒一下，原厂电池的防爆品真的很多，到处都有。 有些仿到连说明书、防伪雷射贴纸跟外包装纸盒都是一样的，价格从官方定价到骨折价都有，所以找合法的经销、实体通路，还有信誉的网购平台才不会买到仿冒品。原厂电池的成本很高，你绝对不可能买到便宜的原厂电池，是绝对不可能哦。二手电池不懂的也建议不要碰，因为搞不好它是二手的仿冒电池啊，或者是你不懂的话，我觉得你还不如干脆买有品质的副厂。再来，充电器一定要买原厂的吗？坦白说，我没有感觉。我们商业使用的电池量很大，像 Sony FZ100来说的话，以前我们原厂只有单充，但我们一次都要充个10颗，但是靠单充可能连插座都不够用。 所以原厂电池有晶片保护，所以不太会充坏。你不要买太便宜的充电器，应该就是都可以用。我这10年来持续都是使用副厂的快充，我其实没有感觉到原厂电池有明显的衰退。但如果你决定要买多槽的充电器，一定要注意快充的功率。我记得我以前买过一个双充，它充2颗电要充12个小时，12个小时啊，充到我饭店都要退房了，还没充饱。 我当时气到，选多少充电器就是图个方便嘛，我就不想要充饱之后还要一直拔下来，这样子一直更换，所以我一直都是使用双槽的快充，我就可以赶快充完。但我现在原厂电池已经添购到7颗了，就是双充还是不是太够。刚好 Toyota 最近出了一个 TBC FZ100 GN 电池充电盒，可以一次充4槽。你们想要买的话，可以搜寻它的型号，也可以用关键字 Toyota FZ100去搜寻。它是电池盒的形态，有一个上盖可以保持充电槽干净，过充过放啊、磁场温控等保护都有。USB-C 的 PD 快充最大功率是45瓦，买变压器的时候记得要买超过45瓦的。它的充电速度不算快，单槽最大功率只有12.6瓦，但还是可以在3个小时半左右充饱4颗电池，胜在一盒充全部，就是你不用一直去换电池，省了这个麻烦。
充电指示灯有红、黄、绿，分别代表30%以下、90%以下，还有100%以下3个阶段。分开显示非常的直觉，外观好看，体积紧凑，我自己是用的蛮开心的。美中不足，这是他们的第1代产品，所以目前有一些部件塑胶感略重，就是还能接受啦。毕竟目前市场上充电收纳合一的4槽充电盒，目前只有这个。Toyota 算是我们影视界非常有名的大厂，我的提笼啊、光斗啊、跟焦器啊、稳定器配件，通通都是用他们家的，应该不太会踩雷啦。但这是新品，就刚发布。如果1年之后它很雷的话，我就特别做一支片来骂它，可以吗？我会被封杀吗？长时间录影可以用假电池吗？假电池其实就是把充电线接在电池盒形状的空盒里面，再透过变压器去控制电压，让外部的电源可以直接供电到相机。这个外部的电源来源可以是行动电源，可以是 V-Lock 电池，也可以是室内的110伏特、220伏特之类的插座。但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的来源，而是那条电线，就是你只有一条线。我们曾经在拍演唱会的时候，稳定器的摄影师 V 口电池铅假电池，刚好那个线材有磨损，我们没有注意到，相机直接断电，然后档案就直接损毁，档案损毁不能用，不是格式化什么的，它就是损毁了。这在商业拍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疏失，而且你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电池健康度的状况，你没有办法知道里面的电线是不是有断裂，你不知道。现在的相机都有做 USB-C 的快充，所以我们现在长时间的拍摄应该都是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 V-Lock 电源插着相机，然后传导到它装在里面的电池，而不会使用假电池。当然，你要用 USB-C 孔插上变压器也没有不行啦，至少你的相机里面是有一颗电池的。当你的电源出了状况，就是电来源出状况的时候，你的电池可以帮你续命，让你去继续完成你的工作，不至于让你的素材突然蒸发。强烈建议你不要用那种空壳的假电池。好，下一个，边充边录会损坏电池吗？这跟手机边充边打游戏的概念好像有点像，一定会损耗。但其实，在相机这个品类，你比较少，就是没有像手机一样每天去用它嘛。其实我是觉得不太明显，我这样子用已经4、5年了，我有感觉到原厂电池充满电的电量变少了，但我不确定是自然使用的磨耗，还是偶尔边充边使用造成的。我是偏向差异不大的那一派。如果你真的很担心，你也可以特地买一颗品质好的副厂电池，在上面贴一张标签，或者是用签字笔做记号。只要边充边录的电池就是固定使用那颗副厂电池，那损耗就是固定发生在那颗身上嘛，这样子也是 OK 的。特别提醒一下，边充边录的行动电源要挑有快充的，线材也不能用太烂的，你可能会发生越充越没电的情况，注意要拥有快充的就对了。再来，副厂电池的选购。好，虽然我们讲最好买原厂电池，但不是每个人都想当摄影师，你可能原本用的就不多，难道真的不能选便宜又好用的电池吗？基本上电芯的好坏只有制造商知道，没看到评价之前，你也不知道这个副厂电池的衰退到底快不快。你顶多可以选一些品牌比较大，你比较不会害怕它爆炸的，就是比较不会害怕。你看三星它那么大，手机还不是？所以我们判断副厂电池除了价格不要买到太便宜的，也可以从2个项目去验证它的好坏。一个叫全解码，一个叫 CIPA 认证。全解码就是指原厂相机电池它原本是有一个晶片在里面的啦，但那个晶片是要针对它写一些防护码，然后防止你把一些来路不明的电池塞在电池装进你的相机，导致你的相机直接烧坏掉、爆炸之类的。你插的非原厂电池，要么就是电量显示弹不出来，要么就是弹出一个警告视窗说哦，你现在用的不是我们家的电池哦。那全解码的话，就是可以正常显示电量，也不会弹出警告视窗妨碍你的使用。在 CIPA 认证的话，是日本很有名的电池认证，原理大概就跟 IP68 防水系数一样。你只要知道它是一个权威机构去计算电池总共可以拍摄几张照片或是录影多久的指标，然后你可以拿它的成绩去跟原厂电池做比较，就大概会知道这个电池的能耐它在哪里。像这次 Toyota 出的 FZ100 电池容量是2400毫安时，原厂电池的电池容量是2280毫安时。那他们的 CIPA 认证呢？原厂电池 FZ100 是500张 ，Toyota 的 FZ100 则是600张。光看账面数字 ，Toyota 好像更胜一筹，怎么会这样子呢？
但 CIPA 是一个实验室测试的结果，它无法验证长时间使用之后的衰退情形。我们说了嘛，成本会反映在售价，所以原厂电池的 FD100价格几乎是 Toyota FD100 2倍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到前面说它用了几年后衰退的情形就还是会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话虽如此 ，Toyota 值得鼓励的地方是它大方秀出了它的自然损耗电量。我们又说这个叫电池自放或是自放电。有在买 AAA 充电电池的，应该都有听过低自放这个词，这是衡量电池寿命很重要的一个指标。电池最怕的不是它一直充一直用，而是经常放到没电才充。所以电池本身会不会放在那边，在短时间把那个电流光光，这件事情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Toyota 的 FD100 自然损耗电量是 0.1毫安时。官方是有说充饱后不要放超过3个月，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3个月应该算是蛮长的啦，只要你有正常在使用，应该都不会放到3个月吧。虽然不能保证它会像原厂电池一样撑个5、6年还是头好壮壮，但撑个2、3年不去换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于刚买相机的朋友来说，性价比最高的方案应该是一个充电盒加上3个 Toyota 的 FD100，再搭配相机原本就有附的一个原厂电池。这样一整盒装在一起，一次充4个电池的组合，会让你在充电这件事情上省很多的时间，也不用特地一直去检查说啊哪个电池没电了，我要换这个要来充电。每次拍完，你就是整组无脑4颗都丢进去，整组一起拿去充，反正它充饱之后会自己休息，这样的体验真的超级无敌好。最后提一下 Toyota FD100 上面有一个很酷的设定，就是它有一个 Type-C 的充电口，可以提供你10瓦的直充。就是你预算真的紧绷到歪头，你连电池盒都不想买，你可以直接拿行动电源帮电池本人充电，或者插座，对，就是帮电池本人充电，连充电器都不用买，是很省的。但是，谁会这样充？我是觉得这是下策啊，不然这样一个一个充太累了吧？我觉得你宁愿少买一颗电池，然后多买这个充电盒，可能还比较好一点点。我忘记搞笑了，讲一个我血糖1.9的笑话好了啦。啊，听过的再听一次，我不管。反正就是我们拍片很喜欢简化要讲的东西嘛，多讲2个字很困难一样。例如放大家去吃饭叫放饭啊，爆场地板就叫爆板啊，换一个电池就叫换电。有一次我们拍观光宣传广告，然后我们去拍他的 lobby， 就是他们的饭店大厅的时候，拍到一半需要换电池，我就大叫说：“换电！”然后他们饭店的经理就这样子走过来问我说：“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就他以为我大手头在讲换电。不好笑，好吧。好，希望这次的介绍有让你稍微知道电池应该要怎么买。用 Toyota 举例是因为这个刚好是他们最新的产品。电池的话可能你还好，但这个充电盒是真的蛮实用的。你看这样子插着就可以一次充4颗，你们可以考虑看看。有成功帮你生火或灭火，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或是跟我分享你们的想法。有什么疑问的话，或者是说有什么想要看的内容，也可以留言跟我说。当然，包括想要看 Toyota 的什么东西，也可以留言，让 Toyota 看到，帮你们争取拍出来。啊，太贵了就算了，一局就破产。好，就这样，我是冰冰岛来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